大家好，这里是文澜小屋。本期我们介绍的是 Russell Napier 的《大熊市启示录：100年金融史中的超级恐慌与机会》。作者 Napier 拥有20多年的机构投资实战经验，他曾长期担任里昂证券 CLSA 的首席宏观策略师，专门为全球大型机构投资者提供资产配置建议。同时，他也是苏格兰错误图书馆 Library of Mistakes 的创始人。这个机构专门收集并复盘金融史上的各类崩盘与危机档案。直到今天，他依然在为全球一线的基金经理讲授金融市场历史与高级估值课程。他耗费数年时间，逐字梳理了7万篇历史新闻报道，写下了这本《大熊市启示录》，精准复盘了美股历史上1921年、1932年、1949年和1982年这4次规模最大的熊市大底。这本书从宏观环境和资产估值的双重维度，讲透了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这两股力量是如何一步步侵蚀企业价值的，并还原了市场情绪由恐慌转向冷漠的完整轨迹。现在，让我们翻开这本书，重新审视这段被时间掩埋的危机与转机。人们常常会认为股市崩盘的终点一定伴随着震耳欲聋的尖叫声、密集的强制平仓以及交易大厅里拥挤失控的人群。然而，回溯1921年8月、1932年7月、1949年6月以及1982年8月这4个著名的美股历史底部，市场情绪并非恐慌，而是冷漠。恐慌往往出现在下跌的中段，在这个阶段，大量带有杠杆的资金遭遇强制平仓，卖家急于脱手，买家试图抄底，多空双方产生剧烈的分歧。这种分歧在交易数据上体现为成交量的急剧放大。恐慌是一种激烈的情绪，它需要庞大的资金和极高的关注度来维持。当时间推移，真正的底部逼近时，这种激烈的对抗消失了。翻阅这4个时期《华尔街日报》的新闻版面，关于股票市场的报道少之又少。头版头条被宏观经济的萧条景象、国际政治局势或是债券市场的发行消息占据。公众和机构投资者对股票这种资产类别失去了兴趣，大家不再讨论股票，也不再关心股价的涨跌。在1932年夏天的纽约证券交易所，单日成交量大幅萎缩，与1929年崩盘前动辄上千万股的成交盛况相比，此时每天只有寥寥100余万股一手。大量证券经纪人转行，华尔街的办公楼空置率攀升。到了1982年，养老基金等大型机构投资者将股票资产的配置比例降到了历史低点，资金大举涌入政府债券市场。商业杂志的封面上印着股票已死的标题，没有人愿意卖出，因为价格已经跌到了令人难以接受的位置，也没有人愿意买入，因为几乎所有人都不相信市场还会涨回来。买卖双方陷入了长期的僵持与停滞，成交量的枯竭标志着流动性的枯竭，市场变成了一潭死水，缺乏足够的交易对手盘来产生大幅度的波动。当交易大厅里的喧闹声归于平静，股票资产的定价权悄然转移到了极少数愿意出价的买家手中。在情绪陷入死寂的同时，需要一套能够衡量资产真实价值的尺子。第一把尺子是托宾 Q 比率 Tobin's Q， 这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James Tobin 提出的一项指标。它衡量的是一家公司的市场价值与其资产重置成本之间的比值。重置成本是假设要在现实世界中重新建立一家像美国钢铁公司 US Steel 这样的企业，你需要购买土地、建造厂房、采购高炉设备、搭建物流网络。把所有这些开销加在一起，就是这家公司的重置成本。托宾 Q 比率就是用这家公司在股票市场上的总市值去除以这个重置成本。在上述4个历史大底中，美国股票市场的整体托宾 Q 比率都跌到了 0.3 左右。这就好比
在现实世界中花100万美元才能建成的工厂，在二级市场上只需要30万美元就能把它的所有权完整买下。对于掌握资本的企业家来说，如果你想扩大产能或者进入某个行业，最理性的选择不是去购买砖头和水泥新建工厂，而是直接在股票市场上收购现成的竞争对手。当托宾 Q 比率降至 0.3 时，市场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防御屏障。因为新建资产的成本远高于购买现成资产的成本，企业会大幅削减资本开支，停止新建工厂和购买新设备。这种全行业的收缩限制了未来几年实体经济中产品和产能的供应。在1982年的底部，许多重资产行业的蓝筹股，其股价只相当于账面资产价值的1/3。买入这些股票的投资者实际上是以极高的折扣购买了真实的生产资料。当新建产能停滞，而社会的常规需求依然存在时，现存资产的稀缺性随之上升。衡量股票便宜与否，很多人习惯看市盈率，也就是市值除以当期净利润。但在严重的经济衰退期，当期市盈率会产生严重的误导。这引出了第二把尺子，周期调整市盈率 （Cyclically Adjusted Price-Earnings Ratio）， 简称 CAPE。这项指标由耶鲁大学经济学家 Robert Shiller 推广。在经济危机中，企业的当期利润往往会骤降，甚至变成负数。如果一家公司的利润从每股2美元掉到2美分，即使它的股价跌了一半，算出来的当期市盈率也会显得奇高无比。在1932年的大萧条底部，大量美国企业的当期利润表一片惨淡。如果仅仅依靠传统的市盈率指标，投资者会认为市场依然昂贵，从而错失买入机会。CEPE 改变了分母的计算方式，它不看企业这一年赚了多少钱，而是把企业过去10年的净利润拿出来，先根据通货膨胀率进行逐年调整，抹平购买力变化的差异，然后再算出平均值。10年这个时间跨度刚好能够覆盖一个完整的宏观经济周期，包含繁荣与衰退的各个阶段。用当期市值除以这个10年平均利润，就能看清这家企业在常态下的估值水平。历史数据呈现了清晰的规律。在1921年、1932年、1949年和1982年这4个底部，美股的 CEPE 无一例外地降到了个位数区间。比如在1932年 CEPE 降至 5.6 倍，在1982年 CEPE 也在7倍以下徘徊。这意味着投资者投入的本金依靠企业在正常经济周期下的平均盈利能力，不到7年就可以收回。极低的托宾 Q 比率确保了买入资产的价格低于重置成本，极低的 CEPE 确保了企业长周期的盈利回报足以覆盖投资本金。当这2项指标同时闪烁信号时，资产价格被压缩到了极限。拿着这2把尺子，投资者可以在公众视线之外算出现存资产的真实折扣。1921年和1932年的股票市场大底是在通货紧缩的环境中砸出来的。通货紧缩表现为全社会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持续下跌。在1920年到1921年期间，美国的批发物价指数在短短1年内下跌了约 40%。到了1929年至1932年的大萧条期间，整体物价再次出现超过 30% 的滑坡。农产品、工业原料和终端消费品的价格全面崩塌。物价下跌对普通消费者看似是利好，但对背负债务的实体企业是一场灾难。企业的经营逻辑是借入本金建设产能，然后通过销售产品产生的现金流来偿还本息。在通货紧缩时期，企业生产出来的商品售价越来越低，营业收入大幅缩水。与此同时，企业在银行账面上欠下的债务本金和固定的利息支出1分钱都不会减少。这种剪刀差造成了严重的债务积压。
假设一家重资产制造企业在1929年背负了100万美元的债务，当时它的产品售价是10美元，它只需要卖出10万件产品就能覆盖这笔负债。到了1932年，产品售价跌到了5美元，企业必须卖出20万件产品才能维持同样的偿债能力。但在经济萧条期，市场需求急剧萎缩，企业连原有的销量都无法维持，更不可能实现销量翻倍。当时的铁路公司 Railroad Companies 和重工业企业成为了债务重压下的重灾区。像宾夕法尼亚铁路 Pennsylvania Railroad 这样曾经盈利稳定的巨头，面临着货运量断崖式下跌和固定债券利息支出的双重夹击。随着现金流枯竭，企业只能通过裁员降薪和变卖资产来断臂求生。大量无力偿还利息的企业走向违约和破产清算。股票是排在债券之后的劣后级资产。当企业面临破产清算风险时，股权的价值会迅速趋近于零。投资者看着企业利润表上的亏损不断扩大，资产负债表上的负债率节节攀升，只能不计成本地抛售股票。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1932年7月跌至 41.22 点，将过去几十年的涨幅抹平。通货紧缩导致股票市场上大批上市公司的市值跌破了其持有的现金净值。1949年和1982年的股票市场大底，诞生于截然相反的宏观环境中。这两个时期伴随的是剧烈的通货膨胀。1949年消化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物价飞涨，而1982年则是经历了整个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带来的恶性滞涨。在这两个阶段，商品价格大幅上涨，企业的名义营业收入也在增加。在通胀环境中，企业利润表上的数字具有欺骗性。通货膨胀大幅抬高了设备更新和原材料采购的成本。企业的折旧费用是按照几年前购买设备时的历史低价来计算的，这导致账面利润虚高。企业按照虚高的利润缴纳了沉重的税款，剩下的现金根本不够在现有的高物价下购买新设备来维持原有的生产规模。真实的资本回报率被通胀悄无声息地侵蚀了。更致命的打击来自利率市场。为了遏制恶性通胀，中央银行必须收紧货币政策。1981年，时任美联储主席 Paul Volcker 将联邦基金利率提升到了 20%， 以遏制物价上涨。短期利率的飙升迅速传导至长端债券市场，美国长期国债的收益率突破了 14%。 资金是有成本的，投资者在不同资产之间会进行严格的比价。美国国债被视为由国家信用担保的无风险资产。当投资者买入并持有无风险国债就能轻松获得超过 14% 的年化收益时，他们对股票这种风险资产的收益率要求会水涨船高。要想吸引资金买入股票，股票的盈利收益率必须远高于国债收益率。在企业盈利增长停滞的背景下，提高股票盈利收益率的唯一途径就是让股票价格大幅下跌。投资者大量抛售手中的股票份额，将资金转移到高息的债券市场中。标准普尔500指数在这一时期经历了漫长的估值收缩，市盈率被持续高企的无风险利率压制在个位数。大型机构的资产配置表中，股票类资产的权重被压缩到了极致，充裕的流动性源源不断地流入了政府债券的户头。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是两种相反的宏观经济状态。通货紧缩通过债务重压摧毁了企业的当期盈利，制造了庞大的违约风险。通货膨胀通过推高无风险利率和税收扭曲，削弱了企业未来的真实购买力。他们分别从企业生命线的两端发起攻击，但在股票市场上，他们的结果是相同的。在这两股力量的压迫下，股票资产的定价权失效，
市场估值无一例外地退守到了重置成本之下。当股票市场的市值大幅低于企业在现实世界中的资产重置成本时，整个商业世界的运转轨迹会发生实质性的改变。上市公司的董事会不再批准建造新工厂、研发新产品或扩张销售网络的预算方案。企业的资本开支 （capital expenditure） 陷入停滞。如果一家水泥企业想要增加100万吨的产能，高管们在财务报表上一算，购买土地、建造高炉和配置环保设备需要花费5000万美元。环顾股票市场，收购一家已经拥有同样产能的竞争对手公司，按照当时的极低市值，只需要花费2000万美元。在这样的价差面前，所有的实体扩张计划都会被束之高阁。企业手里的现金不再用于实体投资，而是去二级市场回购自己廉价的股票，或者对同行发起低成本的兼并收购。这种大范围的投资停滞会锁死全社会的产能供应，老旧的设备逐渐淘汰，新的工厂迟迟没有建立。当整个行业连续几年都不再盖新工厂，不买新设备时，市面上的商品就会越来越少。老的机器逐渐报废，但全社会买东西的人依然在自然增加。原本卖不出去的过剩商品慢慢变得供不应求。这时候，那些熬过冬天的企业发现，市场上已经没有新的竞争对手和新产能入场了。他们顺理成章地拿回了产品的定价权，利润也开始触底回升。所谓的大底，其实就是全行业都不敢花钱扩张，直到把多余产能耗尽的那一刻。在经历了漫长的通缩挤压或通胀侵蚀后，股票市场的估值被压缩到了极限。人们在判断市场底部时，容易陷入一个常识性的误区，习惯于等待宏观经济基本面的好转。在4次历史大底中，股票市场的走势与实体经济的当期数据呈现出剧烈的时间错位。股市见底的时间永远领先于经济基本面数据的企稳。以1932年7月的大底为例，当时的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至 41.22 点，创下历史最低纪录。站在那个时间节点，美国的宏观经济数据依然在持续恶化，工厂大面积倒闭，失业率居高不下。企业盈利在1932年7月之后并没有好转，反而在此后的半年多时间里继续下滑。直到1933年，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上依然充斥着巨额的亏损数字。如果投资者非要等到企业财务报表由亏转盈，或者宏观经济衰退宣告结束时再买入股票，他们会错过股市在底部最猛烈的一段上涨。股票市场是一个前瞻性的贴现机制，交易者买卖股票，交易的是对未来的预期，而不是过去的会计数据。当一家公司的市盈率降至个位数，托宾 Q 比率跌破 0.3 时，股票当前的交易价格已经把最坏的宏观衰退预期、最惨烈的盈利下滑甚至极高的破产风险全部计算在内了。当所有潜在的利空都被计入价格，持股信心最脆弱的投资者已经全部清仓离场。即使随后公布的经济数据依然糟糕，甚至企业再次发布了利润大幅下滑的财报，股票价格也拒绝进一步下跌，因为市场上已经找不到新的卖家愿意在如此低廉的价格出售资产。这种对坏消息的脱敏反应标志着底部的成型。买方资本察觉到边际卖盘的衰竭，开始进场吸纳廉价筹码。伴随着买盘的增加，股票价格在经济数据依然漆黑一片的时刻，开启了向上的拐点。判断大底的形成，不能仅仅局限在股票市场内部，必须观察跨资产类别之间的资金流动。在大型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上，股票和债券始终处于一种激烈的竞争关系。在这4次历史大底中，债券收益率的见顶回落构成了股票市场估值修复的关键催化剂。在1982年8月的超级大底中，
这种跨资产的跷跷板效应展现得最为清晰。当时，美联储主席 Paul Volcker 通过极端的加息手段来对抗2位数的通货膨胀，美国长期国债的收益率被推高到了 14% 以上。面对如此高的无风险回报，大型养老基金和保险机构将海量资金锁定在债券市场，股票类资产遭到了无情的抛售，标准普尔500指数的估值被极度压缩。转折点发生在宏观通胀预期发生逆转的时刻。随着高利率对实体经济的抑制作用显现，大宗商品价格停止上涨，通货膨胀的数据开始见顶回落。沃克尔领导的美联储停止了进一步的加息动作。债券市场的交易员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信号，大量资金涌入债券市场抢筹，推动长期国债收益率从高位迅速下跌。随着债券收益率的下降，大型机构投资者面临着新的资产配置难题。他们发现，新发行的国债已经无法提供高达 14% 的回报，固收账户的预期收益率大幅缩水。投资组合经理们将目光重新投向了被抛弃的股票市场。此时的股票资产周期调整市盈率处于个位数的极低水平，隐含的盈利收益率远高于正在下滑的国债收益率。追求回报的资本跨越资产边界，从债券账户转移到了股票账户。资金的持续流入打破了股票市场长期的冷漠僵局，推动了指数的持续上涨。当通缩或通胀把股票价格砸到远低于重置成本时，均值回归 mean reversion 的过程自然就开始了。在一个运作正常的商业体系中，资产的交易价格最终会向其历史平均的盈利能力和真实的建造成本靠拢。当托宾 Q 比率降至 0.3 时，投资者用30美分买到了价值1美元的工厂、设备和销售网络。这70美分的差价构成了投资组合终极后的安全边际 Margin of Safety。 安全边际并非保证股票第二天就会上涨，而是确保了即使宏观经济继续衰退，企业被迫破产清算，投资者分得的实物资产残值也足以覆盖其买入的成本。下行风险被实实在在的资产净值锁死了。均值回归的动力来自实体经济供需关系的重塑。由于购买现成股票比新建工厂更便宜，整个行业停止了产能扩张。随着时间的推移，旧的设备报废，人口增长带来新的消费需求，社会总供给开始跟不上总需求的步伐。幸存下来的企业发现，由于缺乏新的竞争对手入场，他们重新获得了产品的定价权，企业的利润率开始从谷底攀升。与此同时，宏观环境的正常化解除了压在股票估值上的枷锁，无论是通缩带来的债务危机解除，还是通胀带来的高利率回落，都使得长期的宏观不确定性大幅降低。资本市场重新愿意为企业稳定的现金流支付合理的溢价。周期调整市盈率从5倍逐步扩张到15倍的历史均值水平。在这个过程中，投资者赚取了2份收益，一份来自企业利润率的恢复，另一份来自估值倍数的膨胀。当托宾 Q 比率重新回到 1.0， 即市价等于重置成本时，整个均值回归的过程宣告完成。在冷漠与绝望中买入并持有这些打折资产的投资者，完成了账户资产的跨越式增长。大熊市启示录是一本建立在浩瀚历史数据之上的实战观察指南。Napier 通过对7万多篇历史新闻报道的详尽查阅，剥离了情绪的迷雾，精准还原了美国股市历史上4次超级大底的真实结构。当宏观经济被通货紧缩或通货膨胀严重扭曲，市场情绪陷入长期的冷漠与死寂时，需要将视线回归到最基础的商业常识：资产的重置成本与长周期盈利能力。在股票价格被恐慌和绝望压缩到远低于重置成本的极限区间时，
克服从众本能，果断买入并耐心等待宏观经济供需关系的常态化修复，就是应对大级别熊市最理性的策略。这里是文澜小屋，我们不追求快速致富的奇迹，只希望与您一起阅读好书，慢慢变富。如果本期内容对你有所启发，欢迎帮忙点赞转发，并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您的举手之劳都是在为更有价值的知识投票。也相信您聆听本期视频的时间付出，会在未来化作认知上的复利，为您带来最稳健的回报。感谢您看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